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1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银行业利润暴跌说明了什么？这个新闻呢，其实是星期一这个中国的银保监会公布了一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呢，当时我是想，我们尽量避免做这种纯财经新闻那么为什么？因为还是有压力对于一些网友来说还是有些压力那么但是呢，但是我昨天因为其实我昨天想做，但是昨天因为有其他的新闻，我们就没有做。但是我也看了一下那么有一些报过，但是有一些问题就是关于新闻解读新闻解读的问题还是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新闻解读就是说中国银行利润银行业的利润下跌暴跌，它不是一般的跌，是暴跌。先说数据财经新闻离不开数据必须讲数据但是数据会对一些网友会有压力我们就把这数据讲的稍微的减少然后呢解释清楚一点所以大家不要有压力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是这样的那么中国的商业银行就是所有的银行上半年的利润下降了 9.4%。下降 9.4% 算不算跌？算是大跌，但是算不算暴跌？不算暴跌。但是呢，他把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呢，这个路透社根据他已有的数据库算出来第二季度中国的商业银行的利润下跌了多少？大幅下跌了 24.1%。这不是银保监会公布的。这是路透社根据它的数据库里面的数据拿两个季度的数据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那么，然后呢，分类比较，就是六大国有银行，哪六大呢？就是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再加一个交通银行，再加上邮政储蓄银行，就六大银行。原来叫四大银行，现在叫六大银行。这六大银行全部叫国有银行，就是之前讲共和国长子就是说央企是共和国长子，这个六大银行是央企里面长子中的长子长孙这个级别那么这六大银行上半年是下跌了 12%，第二季度下跌了 27%， 非常厉害，已经将近 30% 了然后就是股份制银行，其实股份制银行也好，六大国有银行也好，基本上都是国有银行。上半年是跌了 8.5%， 第二季度跌了 26.6%， 就和这个六大国有银行是差不多的。那么这里面有两个数据很重要一个数据叫什么？一个数据叫拨备与贷款比，那么上升4个基点。一个基点相当于多少？一个基点相当于1%的1%一个基点就是1/1000上升4%，上升到多少？3.54%是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数据很重要。另外还有个数据叫拨备覆盖率下跌 0.08%， 然后就是到多少呢？182.4%。国有大行就是六大国有银行，拨备率下跌 3.7%， 到了 228%。好，大家知道银行的利润是怎么算的，怎么出来的？银行的利润跟其他的企业不一样，银行的利润是算出来的跟这个很多贸易公司不同。贸易公司的利润是什么？贸易公司利润很容易算。把各个成本一算，把各个营收一算，把各个一减就出来了这很简单。对于一个经营性的企业来说，把收入减去成本就是利润那么对于银行不是，银行因为它经营的是资产，
所以银行很多账要根据什么？根据它的计算啊，有些计算，比如说我刚才讲这个拨备啊，什么叫拨备？拨备呢，就是其实就叫准备。银行呢，它会有坏账，那么它有坏账怎么办？它在经营收入当中拿出一块来，这一块呢，就是万一我出现坏账，我就拿这个去填这个账，这叫拨备。拨到旁边不用，备用叫拨在一边备用，所以叫拨备啊。那么拨备与贷款比，就是我拨了多少钱，然后我贷了多少钱，这是一个什么比？这是一个经营性的数据，就是说银行拨备与贷款比越高，它的经营越保守，这个经营状况就越安全。还有拨备覆盖率啊，拨备覆盖率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有坏账啊，或者是我有坏账的比例，那我根据这个比例算出一笔钱，这个钱呢是我的拨备的数，我的拨备的总数和我坏账可能出现坏账的就这个覆盖的比例，就是叫覆盖率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就是拨备与贷款的比率啊已经上升到了历史新高，但是呢，拨备的覆盖率却在下降，说明什么？说明3点。第一点，银行的坏账在增加，而且快速增加，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银行的风险正在释放啊，就是说原来是风险，现在变成了坏账。这风险就是我这一票贷款里面，原来可能只有这么多的坏账，现在可能变成了这么多的坏账。这个坏账不仅仅是预期变成坏账，而且它已经变成坏账啊，就是我们叫风险释放，就是坏的消息变成了真的事情。这是第二条。第三条，银行就利用什么呢？利用贷款的核销啊。什么叫贷款核销？这个坏账已经收不回来了，算了，我就在这个账上直接把这笔贷款给消掉，没了，这叫核销。用什么来冲呢？用我原来的拨备来对冲掉，就是原来我这个核销了10块钱，我就从拨备里面减掉10块，然后呢，这个还或者把这贷款卖掉，卖给我的其他的公司，我不在我的账上面出现，就用这种方式啊，来怎么呢？掩盖贷款质量的下降啊，银行在干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呢？就叫不良率。不良率是什么？就是不良贷款占整个贷款的比率啊。那么我们不良率就是看银行的这个资产的质量怎么样。不良率取决于什么？取决于银保监会界定不良贷款的标准。你标准越严格，你比如说，这2个月没还钱，就是延迟付款、延迟这个公款，就算不良。那你把这个2个月延长到3个月，说明什么？说明它的这个标准就放宽了，那不良的贷款的数量就会减少。所以实际上这里面银行的这个资产状况，大部分的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监管机构定出来的标准。它定的标准越高越严，那么资产质量呢显示出来状况就越差。它越松，看得过去还不错。所以这里面其实呢，很多东西是什么？很多东西是骗人的啊。所以你经常看中国，我们总的来说其实可控，你要把它的这个标准翻开来看一下，而且看一下它的这个调整的这个情况，你就知道，其实银保监会就是一个兜底的人啊，兜底人。2季度国有大行不良率上升6个基点到 1.45 啊，这是一个。股份制商业银和城市商业银行不良率下跌了1个基点啊，下跌1个基点。城市商业银行
不良率下跌了15个基点，一个是到了 1.63%， 一个是到了 23%。 为什么？是不是这个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比国有大行好呢？不是的。为什么？因为银保监会把这两个银行的这个不良贷款的标准放松了。放松了的原因是回报他们之前做的一些叫什么普惠金融的一些付出，所以他就把他的整体的不良贷款的标准就降低了，所以他的不良率就下降了，并不是他经营状况好了，他的经营状况是非常的不好。那么今年6月份，这个国务院出台过一个政策，就是6月份中旬，6月中开过国常会，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个，引导利率下行；第二个，发放优惠利率贷款；第三个，实施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然后还有一个，减少银行的收费，推出一个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帮助扶持实体经济。那么这个政策里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标，就是今年整个金融系统要向企业加上实体经济让利15000亿，这是李克强提出来的一个目标。那么大家知道，如果这些目标真的去落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银行的利润会下降，对吧？因为这些跟银行利润有关系。但是我们翻过来看第二季度银行的息差，什么叫息差？存款利率 1.5， 贷款利率 3.5， 中间有多少差？2厘的差， 2% 的差，这叫息差，利息的差别。银行靠什么盈利？靠息差盈利。他去吸收存款 1.5 厘拿来给他 1.5 厘的成本， 3.5 厘卖出去贷款给别人，那么中间有2厘的是他的利润，叫息差。那么二季度息差降低了多少？银行这个国常会说要引导利率下行，引导利率下行意味着什么？息差可能会变窄，因为存款利率不变，那你引导利率下行，那不意味着这个息差减少，银行利润就下降。但是实际上变了多少？1个基点，1个基点就非常的少，就基本上跟没变一样。所以实际上你看中共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拿来有没有下降？有下降，但是1个基点1/1000有意义吗？意义不大意义不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银行有没有因为政策成本利润下降？有多少吗？有一点点吧，我估计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中国的银行界，它利润暴跌成这个样，跌了25%以上吧，1/4以上吧，将近30%了那么说明什么？第一个，坏账的快速增加，这第一个；第二个，政策成本有一定影响，这第二个；第三个，中国的银行它的贷款它集中在政府信用集中在政府信用。政府信用讲的是什么？政府当然就是政府自己的融资平台，政府有融资平台，政府融资平台拿到非常多的银行贷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府的国有企业第三个，直接政府有项目，直接政府项目，基建项目就是政府的项目那么基本上政府自身加上政府的融资平台加上国有企业，占中国的银行业的总贷款总额多少？80%甚至以上80%以上都是给政府拿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讲中国的政府是一个全能性的政府？为什么？因为他把社会资源，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全部抓到手里了，那么剩下20%分2个地方去，一个地方给大家做了什么？房贷。第二个地方去了哪里？去了企业。
一块是去了房贷，一块是去了企业，这就是目前中国的形势啊。那么还有一个影响，房贷这一块就是房地产市场啊，然后就是这一块就是企业，就是企业融资啊。那么所以实际上真正能够支持实体经济的多吗？不太多啊，不太多。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银行现在这个利润暴跌，第二季度利润暴跌，跌成怎么样？说明什么？说明经济非常的不好。因为你要知道，中国的整体经济当中，谁最赚钱？就是金融业最赚钱。去年2019年，中国的银行业整体赚了多少钱？2万亿。然后这个六大国有银行挣了多少？1万亿，挣了一半。整个银行业挣的钱占整体经济企业利润的多少？50%。就银行把这个整体经济这么多企业挣的钱，他拿走了一半。所以呢，其实呢，在中国的各个行业当中，银行是最能挣钱，银行的挣的钱最多，也是政府非常刻意保护的一个行业。所以你说中国要开放金融市场，会开放银行吗？银行一定是最晚开放。为什么？因为那是最赚钱。那么你想一下，当银行的利润开始下跌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体经济的状况非常的差，因为所有人挣的钱都交给银行去了，那银行挣钱下降30%，那么整体经济要下降多少？50%以上，一定超过50%。所以从目前来看，这就是目前的中国经济形势。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就是一个这样的状况，就是最赚钱的行业，它的利润已经暴跌了30%啊，然后其他的百业，那肯定是暴跌50%以上。那么个别这些行业，那肯定是一片一片的在倒闭啊，这就是目前中国的形势啊。那我们就大体上把今天就是把中国银行业利润暴跌这件事情，我们做一个解读。那么另外呢，我们再讲讲什么呢？再讲一讲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啊。上个星期啊，就开始说这件事情，说中美贸易谈判。那么刘鹤和那个努姆钦和莱特希泽，他们应该会在8月15号，就这个星期六进行视频会议，检讨第一阶段协议，中美贸易协议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情况，这是议题啊，这是这次视频会议的议题。那么最近2天有消息啊，有这方面的消息出来，所以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那么是这样的啊，这个有2个消息。第一个消息，这是彭博社的消息。彭博社呢说，那个中国方面会把 TikTok 和微信的这个问题在这个视频会议上提出来啊，这是一个新闻啊，这是一个新闻。那么这个新闻到底在说什么啊？这个第一个，彭博社得到的消息肯定是美国方面透出来的消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美国方面啊？当然，美国方面把这个消息放出来，肯定是有这个事儿，没这个事儿，美国不会讲出来啊，这是一定的啊。所以第一个，美国首先中方肯定提出来了，我们要在这次会谈当中，因为大家知道，一个外交谈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议题选择，就是我们在商量我们今天这次外交谈判的议题谈哪些，你谈我们这就是筹备工作了啊，筹备。在这筹备工作当中，我们第一谈多长时间，第二谈哪些议题啊，这要商量啊，顺序是怎样的啊，这都要谈得很清楚的。
谈完之后双方形成一个谈判的这个双方会谈的一个整个的程序。好，确认这个程序，我们开始进行谈判，这就是外交谈判的一个基本的规程啊。那么显然，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外交这个谈判的一个筹备工作。在这个筹备工作当中，美国一看，中方要提这个 TikTok 微信，这中方提出来了啊。中方提出来呢，于是呢，美国呢就把这消息透给了彭博社，让彭博社上去捅，把这新闻捅出来。这说明什么？说明第一个，说明美国方面是不想谈啊，那么就把它透露出来，透露出来呢，让美国的媒体去捅这件事情。通过捅这个事情，我觉得美国方面也不了解中方的意图是什么，所以他放出来的原因是又通过这个捅来看中方的反应，来探测中方的意图，分析中方的意图，这是一个方面。当然，美方的这个行为也说明美方根本不准备谈，不想谈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有2点。第一点，第一个可能性，中方真要谈，中方认为这个 TikTok 也好，微信也好，这件事情对中方的影响很大，很重要，他一定要放到这个视频会议上谈，这是中方的意愿或者是中方的利益，跟中方很重要。这是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也可能是中方的某种策略，他可能想在贸易谈判当中取得某一项他想要的东西，但是呢，他用其他的方式来放个烟雾啊，或者什么都有可能，这都是有可能的啊。外交谈判那充满了诡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大家要知道，中方在这次视频会议当中提出来要讨论 TikTok 和微信的事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关于川普总统怎么看待中美贸易谈判的问题，或者中美贸易协议的问题。那么显然我们之前的节目曾经总结过，川普总统在此之前，中美贸易协议对于川普总统影响很大啊。那么川普总统的确也是受这个影响，他很多对华的政策措施没有办法出台，就是或者是出不来，或者是不想出啊。那么陆陆续续的最近一段时间，川普总统对中美贸易协议的态度呢有一些改变啊，这也是这个白宫方面开始出台一些针对性的措施的其中一个原因啊。但是白宫方面呢，这个声音就比较复杂。那么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啊，这2个协议，川普总统最近是这样说，他说与疫情相比，这个协议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就算是有100个这样的协议，也不可能挽回美国和世界在这个病毒大流行中遭受的巨大的生命损失啊。这个话是讲的没错啊，这是个政治正确的话。但是你可以看到啊，如果川普总统真的很在意中美贸易协议的话，那么实际上川普总统还是会受到这个牵制啊。但是你可以翻过头来再仔细看一下中美贸易协议，在中美贸易协议这个框架下面，你可以发现，其实呢，中国并没有因为中美贸易协议而今年增加它的采购啊。当然这有疫情的问题，但不完全是啊。如果中方真的要做的话，它是做得到的，只不过呢，它中间有它的考虑。所以实际上我们翻过来看啊，在中美贸易谈判的这件事情当中，有2件事情其实是川普总统是失算的。第一个，
指望中国方面因为中美贸易协议大量采购，而且他不断的在讲这件事情实际上不是，这是不对的这指望不上的。那么到目前为止，中方的采购计划只完成了1/41/4。那么我不觉得中国在今年年内会完成他的计划。所以川普总统经常一谈到中美贸易协议这是一个 big deal， 这是个非常很棒的 deal， 中国会大量的花很多的钱来我们采购。其实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如果美白宫或者是川普总统仍然把这件事情作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我认为这也是个非常错误的战略误判。因为中美之间已经翻脸翻到这个地步，实际上中美贸易协议已经失去了它往下继续走的基本条件。就是说中国在跑到美国来采购，80%都是因为他真需要，80%的原因是因为他真需要，他真需要猪肉，他真需要大豆，他真需要粮食。因为你想一下，现在进入下半年，南美就巴西的大豆已经收完了，没有大豆了，现在只能是北半球的。北半球的大豆你上哪买？要么就是俄罗斯买，俄罗斯的产量不够，那就是美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没有中国，然后今年这个水灾，粮食欠收，他也需要大量的采购粮食，他跑到美国来买粮食，买玉米，跟这个什么有关系？跟他自身的需要有关系。跟中美贸易协议有关系吗？有一点关系，但是关系不是那么大。所以必须看清楚，中美贸易协议目前对美国来说和对中国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在中美现在对抗着升级到一个这样的级别的时候，如果把中美贸易协议仍然当做一个双方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点的话，这是一个误判这是我的看法。所以你看这个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就是川普总统的这个经济顾问库德洛说他还是很乐观的。他说这个不会，中美之间不会把这个贸易协议放在一边。他说不会，他说现在进展良好。其实这是不对的，就是你看数据你就知道，美国在此之前，在第二季度的上半段，也就是在6月份之前，中国并没有大规模的采购。大规模的采购是5、6月份之后开始进入大规模采购。5、6月份之后的大规模采购跟谁没有关系？跟巴西的大豆进入收尾有关系，跟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的水灾有关系。所以这个我觉得白宫方面应该更小心、更清楚的看到中方的意图和中方正在做的事情。讲没有意义，一定要看有没有做，讲再多也没有用，你钱没花出来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好吧？这是关于这个中美贸易谈判这件事情。那么我相信这一次谈有2个需要我们注意的观察点。第一个观察点就是他们到底谈什么虽然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议题暴露出来的议题就是说什么汇率这个那个农产品采购美元人民币汇率等等。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认为中美贸易谈判最重要的核心的环节是什么？核心的环节就是中国的这个结构性改革。采购当然是一方面采购我觉得这是没错的。对美国来说需要重视采购，因为现在美国现在需要订单，中国也需要购买粮食。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中国不大规模的采购，肯定是故意的因为中国自己需要粮食需要农产品，
他不来你这里采购，他肯定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买了，跑到别的地方去买，他故意回避这件事情，说明什么？他是有意为之。所以呢，粮食采购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是第一阶段协议当中提到的各个结构性的调整到底有没有进行，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不把这个东西看清楚、搞明白，其他东西其实再多的承诺都没有意义，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要看看怎么往下走。第一阶段协议其实不是最合的，就是说第一阶段协议签完之后，其实是要准备展开第二阶段协议。第二阶段协议其实是美国向中方继续施压的一个机制。美国现在把它往上一放，那第一阶段协议为什么要执行？如果没有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第一阶段的协议的执行是没有保障的。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逻辑，也是外交谈判中非常浅显的常识。那么，如果美国现在放弃第二阶段谈判，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压力了，中国一点压力都没有。那么，如果我们就讲从政策延续性来说，那就虎头蛇尾了啊！这又是一次虎头蛇尾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阶段贸易，就是中美贸易谈判，我们就这个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好吗？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特别提一下，如果有条件，尽量的支持我们加入会员吧，谢谢你啊。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为提高我们的沟通效率，3个情况、问题、观点。昨天的2个视频的这个互动内容不错啊，就是说整体的这个沟通效率还是蛮高的，所以我非常的高兴啊。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明谢一下984 degree， 谢谢。Hello sir, buy you a Indian cheese 吗？是 cheese 吗 ？Thanks， 谢谢。周雨婷，谢谢。苏成，谢谢，非常感谢啊。Sophie 萌，谢谢。John Snow， 谢谢。Hong Pang， 谢谢。季季晨，谢谢。王老师好，可以解读一下2020开始全面执行取消高校和医院编制这个政策吗？不是取消高校，是整个的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医疗系统的编制，这个有说法，但是我现在没有看到政策我没有看到政策，这个政策已经出台了吗？有没有消息来源？这个是有说法的在网上是有传这个消息的，但是并没有全面的实施我还是要等到全面实施我们再来解读，好不好因为如果事实不确定，我们解读未必可靠好吗？观点的确，中国银行挣钱容易，比如老百姓的房贷，中国所有银行都有同样的利率，随便去哪家银行都是一样，根本没得挑。而利率随时变，政府说多少是多少。我在法国也买房，各个商业银行随便你去比较，还可以几家银行相互拿报价去跟银行谈判，利率一旦谈好，始终有效。如果市场利率还在降，那还可以继续找新的银行购买上一份的贷款，得益的是客户，除非你懒得去比较。这叫什么？这叫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就是随行就市随行就市呢，确保什么呢？确保这客户能够得到最低的利率这就是竞争。那么中国的银行呢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为什么？因为有个银保监会和人民银行那边去保证银行的这个利润，它开放什么呢？开放银行的贷款利率，银行贷款利率现在是大概是1/8的市场化，就12.5%的市场化，剩下的7%，
仍然是指定啊，这是一头。另外一头，银行的存款利率不开放啊，银行存款利率不开放，于是呢，就是基本上中国的利率没有市场化，人民银行规定存款利率是多少，规定贷款利率多少，中间留下一个大的息差给商业银行去挣啊，商业银行就根据这个来挣钱啊，银行越大越挣钱，因为它的存款基础越多，存款基础越多，他手上的钱就越多，那他贷出去的钱就越多，他的挣的钱越多，就是这样。所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银行能拿去整个经济50%的利润的原因在哪里？原因是人民银行保证了商业银行的利润，如果让它浮动啊，两个都浮动，就是随行就市竞争，是你商业银行你想拿多一点存款，那你把利率放高一点咯，存款利率放高一点咯。那你想贷款业务拿多一点，那你贷款利率就下降一点了，那么息差就会减少，那效率不高的银行就会倒闭，这就是市场化的后果。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那么老百姓就会拿到更多的存款利息，那么拿到更好的贷款利息，但是人民银行不干，为什么？它保证这些共和国长子的利益啊，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讲的就是这个。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特征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老百姓要多付一点贷款的利息啊，然后存款的利息少拿一点，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啊。观点：降低利润会不会为了对抗李克强要求银行让利，他们的利润可以随便计算，方法太多了，并且合法合规，没有利润就不要让利了？不是这样的啊，没那么简单啊。提问：银行利润暴跌，说明政府财政恶化，是不是现在也应该为养老金崩溃做准备了？该如何准备？养老金的崩溃其实讲的是什么啊？我们先不说这个银行利润暴跌，养老金的崩溃其实是一直在发生啊，一直在发生。那么现在发生第一步啊是什么？第一步就是有些地方开始减低养老金的发放标准，那么甚至有些地方还要收回之前发给你的钱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步骤啊。一个步骤是收回你之前的钱啊，收回钱啊，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开始降低标准，降低养老金的标准啊，这两个都说明这个社保在崩溃啊。社保崩溃这件事情已经持续的在发生啊。那么社保崩溃怎么办？有什么准备？没什么办法，除非你有储蓄，否则的话你会面临一个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养一个好的孩子，他的生存状况还不错，能够照顾你，就是这两条。第一条，在中国养老无非是第一条，自己有储蓄啊养老；第二条，你有个教育得体的孩子，他会管你，就这两条啊。那指望这个社会主义的社保，那我觉得这个指望有点高啊。他们根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哪里？体现的就是社保会崩溃。我会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告诉大家社会主义优越性是什么啊。问题：今天国内有消息说腾讯反制，要禁止苹果手机安装微信。想问王老师，美国有可能会禁止安卓系统安装在国产手机上吗？还有，最近也有消息说微软也要对中国禁售操作系统，没有了操作系统，中国怕是要回到史前时代。想不出中共有什么方法应对这种核弹级的制裁会发生吗？想听听王老师的分析啊。腾讯禁止苹果手机安装微信，我不大相信啊。这件事情，当然这个肯定会伤害苹果啊，因为苹果手机如果没有微信，有些人会因此不买苹果手机啊。
但是对于腾讯来说，这是杀敌1000自损800，因为没有了，它就会损失大量的用户，因为有些人可能就不用微信啊，所以这两个都有情况。但是当然，我相信对腾讯来说，他做过调研，就是如果不让苹果装微信，苹果的损失比它的损失要大得多得多，这个没有疑问，因为这在国内啊，在国内的环境当中，微信的力量比苹果大啊，所以呢，有可能产生的后果是苹果损失比微信大，那比腾讯大，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微信会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因为腾讯是个商业机构，因为这个行为一看就是什么？这是对中国对美国的一个反制，而不是腾讯对苹果的反制，因为苹果没有得罪腾讯，所以腾讯为什么要去找苹果的麻烦呢？它没有必要啊。但是呢，美国在得罪中国，这是没疑问的啊。所以中国要找美国的反制啊，反制美国，这是有可能的。那么是不是中国政府会找这个腾讯？说你不能够装在苹果上面，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反制美国，会不会这种可能？有这个可能性，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有这种可能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微软要在对中国禁售操作系统。我看了一下微软的这个更新的服务条款，我没有看到这个相关的内容。但是啊，这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什么人呢？就是叫什么良啊，忘记了啊，就是空正的一个作家啊，他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呢？叫超限战啊，超限战。超限战这件事情呢，曾经在中国炒得非常的火。超限战就是没有底线的打仗。没有底线的打仗这件事情，曾经是在中国喧嚣一时啊，就是说我们对美国啊，实在是实力有点悬殊，那我就没有底线的跟他打仗，说不定我们能够打个平手，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逻辑啊。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呢，这个超限战，在中国是有一定的市场。我为什么讲超限战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中国对美采取超限战的话，才有可能发生刚才讲的什么呢？讲的这种级别的对抗，就是微软不卖这个操作系统啊，Unix 啊，就是那个什么叫什么这个甲骨文不卖 Unix 啊，不卖这个各种平台给中国啊，那中国真的马上会崩溃的，真的会马上崩溃的。就数据库的管理系统都是美国公司的，那美国要直接不把这个全部给停用了，你想想，中国那不崩溃了是吗？但是我认为美国是受到什么约束的？美国是受道德约束的。美国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它都会有道德约束，它不能够做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你比如说，根服务器是在美国的，就全世界的互联网，它的根服务器是这样，根服务器是干什么？分配地址的，分配网络地址的。那么如果你你把下面的这个服务器给它停掉的话，那么中国的互联网就不存在了，这个国家也会崩溃掉。所以实际上呢，美国手上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啊，很多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那么还有一个，更简单一点，美元结算系统，你不给中国用美元结算系统，那么中国你要知道，每年中国对外贸易是几万亿美元的对外贸易，国内就不说对外贸易，那你不用美元结算，你怎么做对外贸易？所以这里面会有一系列的影响。美国手上有很多我说核弹级别的武器，但是我不觉得美国会用。为什么？两国对抗，两军对战不斩来使，就是说你不能够没有底线的做事情，除非对方做了一个没有底线的事情，那我就解除了我的道德约束。美国在什么情况下
美国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做这种我们说解除道德约束之后能够做的事情，只有一个条件，对方采取超限战。比如说他对我实施这个化学武器攻击，这就是超限战了。正常国家是已经不能使用化学武器的啊。那你开始用就是国内这些所谓的超限战啊，各种没有底线的对抗方式。那如果中国采取没有底线的对抗方式的话，那美国就解除了道德约束，那么这些行为他都可以干了。当他都可以干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中国就会很快崩溃。这就是不作不死的这个说法啊，这就不作不死。所以大家要理解，很多情况下，现代的国家在行事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受到很多约束的。如果你没有约束的去行事，那你会遇到非常严厉的惩罚。过去一段时间，过去10几20年，中共在全世界的渗透和扩张没有底线，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之间出现这么激烈的冲突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啊，理解吗？啊，大概就是这样。提问：粮食危机是捂不住了，今天去自助餐，菜品少了很多，酒店大厨说公司要求响应习的号召节约粮食啊。我还是那句话，习近平到处撒钱啊，就是开一场运动会，花几千亿开一场运动会，花几百亿开一个会啊，开一个什么论坛啊，每年的中欧论坛，每年的中非论坛，那都是上百亿的花啊。那么支援非洲，然后支援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学生，几百亿的花。啊，上千亿的撒币啊，那么现在要求老百姓节约粮食，老百姓又没得吃公款，我吃多少粮食你还得管我。其实要节约粮食的是谁？就是习近平他自己啊。你要节约粮食，你先把钱节约了，先把老百姓的那些钱管好了，再说别的。为什么？有这些钱能买多少粮食？所以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是个非常愚蠢的问题啊，又愚蠢又蛮横啊，这就是愚蠢蛮横，提出这个话的就是愚蠢和蛮横啊。观点：对于最近习要求节约的新闻，我想引用亚当·斯密《国富论》里面的一句话，非常贴切。英格兰王公大臣颁布节约法令，甚至禁止外国奢侈品输入，畅言要监督私人经济，节制铺张浪费，实在是最放肆、最专横的行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始终无例外的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他们好好注意自己的费用就行了，人民的费用可以任凭人民自己去管。如果他们的浪费不会使国家灭亡，人民的浪费又哪里谈得上呢？这就是富国论的其中一段话，非常的精确。所以习近平的这番话，他说叫什么？叫最放肆、最专横的行为啊！我的总结是最愚蠢、最蛮横的行为啊！我们还是有共同之处啊。观点：川普在政治、经济、科学、教育、金融、数码各个方面开始脱钩，但是有一方面需要我们草根行动，就是文化脱钩。中国利用巨大的市场来影响好莱坞和体育界，好莱坞自我审查美化中国， NBA 为新疆发生的官员和教练得不到 NBA 的支持，我们需要尽我们的威力来改变。先抵制迪士尼的木兰，主演刘亦菲支持香港黑警，需要抵制成龙，他支持国安恶法。大家闲在家的时候不要去看他的电影，需要好莱坞知道支持中共会有代价，非常正确。情况：取消事业编不仅仅是医疗和教育行业，变成合同制，2020年底全部完成。
这是财政部在17年、18年颁布的，已经给出充裕时间，今年年底是必须完成的截止期，是吗？我怎么没看到这个文件？能给出一个文件名吗？我来搜一下，好吗？给出个文件名行不行啊？我真没看见过这个文件啊。情况给老师报告一个情况，朋友是张家口市长办公室说，张家口从今年1季度开始，公务员的基本工资3个月发一次，公务员工资每1分钱都是靠贷款。张家口真的不意外，如果你说的是张家口的话，那就应该这个情况是真实的啊。这个北方的像河北啊，什么像河北啊、东北啊，这些都不行啊，那都是属于举债过日啊。情况，西南一家建设银行省分行员工工资今年以来减少40%，差不多。我们上次讲过，中央级的金融机构今年是要减薪30%啊，30%，差不多。你这西南省建行分行的一个员工减少40%，正常，就是目前就是一个这么个情况。观点，王老师好，到现在连续2到3个月，银行高息加巨额赠品疯狂吸储，3年定期利率3.85%，有的银行10万以上当天送空调，送5000多平衡车，吸纳百姓储蓄，放债给地市，结果地市遍地修路，钱都进了个人口袋，这次的存款能否到期提取可能会成问题。如果这个钱是这么容易进口袋的话，这个国家早就崩溃了，不是这样的。钱进个人口袋是另外一种办法，不是这样吸的储蓄然后放到个人口袋里，那太容易了吧？不是这样的啊。吸储一般来说，这个季节吸储有点早了吧？吸储是有的，各个银行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它有一定的季节性啊，有一定的季节性，就是银行要在某一个季节性的时候，它需要这个储蓄的一个规模啊，它是有定期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啊，但是这个钱进不了个人口袋啊，为什么？这是一个银行银行哪有那么容易把钱装到口袋里？没那么容易的啊！大家想的简单了，会不会有人把钱装到口袋？有，但是不是你说的这样啊？情况，国内明年9月开始房地产交易契税调整，明年契税税率3%到5%，之前1.5%等优惠将成为历史。2021年9月1号开始，现在中国开始上调契税了。之前的契税显明的是3到5%，只是没有实施啊，有优惠。我今天看到新闻继续优惠。我今天看到的新闻是讲明年9月份契税调整继续保持优惠啊，我没有仔细看到底优惠多少，我只看了个标题啊，大家可以回去再查一下啊。情况，我在微信公众号做运营，以往编辑好文章可以立即发出。最近发送需要10到20分钟排队时间，可能是平台加强了审核。是的，中共的这个臭名昭著的，马克思说的，这是这个德意志臭名昭著的电影审查制度啊，中国臭名昭著的文章审查制度啊。情况，我讲一件事，大陆的网络生态很多反讽跟高级黑，大陆90后都懂，我给台湾90后看，没有人看得懂。台湾90后已经习惯直话直说的思维，我那时才懂，原来上一辈说的自由像空气，平时你拥有你觉得没什么，但失去的时候才知道重要，非常正确。观点就是台湾自由的珍贵啊，没有民主连呼吸的自由都没有。台湾年轻人没有经历过解严时代，根本没有这种感觉，只要去大陆玩一趟，体验一下这种自由被剥夺的感觉，就会很深的感触。非常正确。
情况，大陆已经发内部文件，新增系统不再采购和使用外国的数据库。那你用什么呢？你不采购的话可以呀，但是你能管理那么大规模的数据库吗？然后那些应用能做到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你不采购当然可以啊，早就可以不采购，但问题是你自己得有才行。情况，家人前几天去超市买米，发现很多人都在囤粮，人民心里都清楚得很，根本不相信他们。情况，五大行同日公告，8月25日对个人房贷统一转为 LPR 定价。这件事情其实本来是在今年上半年做完，但是你看推迟到8月25，其实合同已经重签了啊，合同早就重签，要在我印象中是应该是在今年6月份要完成，但现在搞到8月25号。这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件事情有没有重大的影响呢？老实讲，也没有重大影响。为什么？差不多啊，差不多的啊。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所谓的 LPR 啊，实际上只有1/8的市场成分，大部分的成分是什么？还是人民银行控制，基本上是这样。中国现在人民银行做最近1年以来啊，他做的所有的动作都是花架子，没有市场化改革，寸进未得啊，所以，如果他真想增加你的成本，贷款成本，他就能做到，你也没有什么好挑的啊。经常有人问我说，是选浮动的还是选固定的？它是这样，当大家都在选固定的时候，它浮动的就会低一点，固定就会高一点，就会这样。为什么？他后台看到数据，那怎么调对他有利，他就怎么调呗。所以其实你选哪头，反正就要看运气啊。但是中间会差别非常大吗？我不觉得也会差别非常大，因为当它差别非常大的时候，市场就有套利的空间。当市场有套利空间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没办法持久啊。情况，7月美国联邦税收创纪录，达到5630亿。尽管疫情对经济打击很大，但是在大笔支出纾困款项的同时，居然逆差减少，可见川普治下美国经济强劲。OK， 观点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对比中美两国建国领导人作为，就可以看到美国的伟大。华盛顿建国后，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念，以及立国之基本制度后，回老家继续种田，而一起作战的战友都有机会为国效力。CCP 的老毛子干了些啥？先是没收了资本家的资本，然后是地主的土地，占领了皇宫，然后大杀亲密战友。OK， 情况，《纽约时报》刚出报道，栗战书的女儿在香港房产，也提到习的亲属在香港房产。证实这方面的消息在南华早报2017年也有报道，但后来那个记者被劝退了。这个时候再爆出这方面的消息，尤其是美国大报，很有可能是为下一步美国对中国进一步制裁升级铺垫，做舆论基础。南华早报那个记者叫任美珍，任美珍是我印象中当时应该是南华早报的总编辑啊。任美珍是原来我在经济日报的一个同事啊。那么他不是劝退，他应该是被辞退啊，当然是内部就辞退他，但是跟他讲你算你辞职吧，大概是这样子啊。栗战书的女儿，我看到这篇报道啊，这篇报道讲的很详实，内容非常详实，而且这个证据非常确凿，他很多确凿的证据，甚至都有现场的照片，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纽约时报》中文网里面就有啊，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啊，我就不在这说了。
有个问题想问很久，虽然不是今天的话题，请王老师做解答。比如三胖不知道活得多好，什么都不缺，还作威作福，苦的是小民。那一国的掌权者怕制裁吗？怕社会退回几十年吗？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说啊，他最重视什么？他只重视一样东西，就是权力、政权啊，他是不是能够控制这个政权？金三胖活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只是看了外面看看这个光景而已啊，没有人知道金三胖活得好不好，金三胖自己才知道，这是第一条。所以你这个前提不一定成立。说金三胖被制裁，现在活得不知道多好，这个话不一定是对的，他可能活生不如死，你不知道，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独裁者不怕制裁，就制裁没有用啊，这是独裁者说的，不要相信独裁者的话，全部都不要信，自己去判断，不要听他们胡说。如果他真的制裁对他没有任何影响的话，他连这个话都不必说，他悄悄乐不就行了吗？他可跑出来说这些干啥？对吗？你说呢？所以我不相信制裁对独裁者没有影响，一定有影响。为什么？制裁的直接结果，当然老百姓要付出代价。你说啊，拿老百姓来抵挡，那这是独裁者的逻辑啊。但是另外一条，制裁会让这个经济衰退。当经济衰退的时候，独裁者很多战略意图实现不了。比如说，我想做100个原子弹，我一下子没钱了，我做不了这100个的原子弹，他就做不了。所以制裁是有意义的。讲制裁没有意义，那就是独裁者的逻辑，我们不要相信他的鬼话。那老百姓吃苦有没有用？是不是就不制裁呢？前提是有一个，如果不制裁，老百姓就不吃苦了吗？那可能会更苦的，也不一定呢。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啊，这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你能解决的。但是有一条，我们不能相信独裁者的逻辑啊。情况，请王老师一定读给听众。我们公司是北京的连锁快餐，后厨最累的是时薪16块的那群快退休的大妈，就为了公司能上5险，一个月要在高温下干200个小时。今天有一个大姐说，她昨天去社保中心办退休，今天收到短信要求补11年的5险和5年的公积金，共几万元。大姐非常的绝望。这就是中国老百姓对社保的一个认知，社保欺骗了整个中国人，就是中国人都被社保骗了。社保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保，中国人呢就还把它当成一个救命的稻草往里面扔钱，其实是社保是一个非常可耻的诈骗啊，它保证不了你的退休生活，真的要自己想办法搞储蓄才行啊！指望社保那是不现实的。所以其实我看到这个我就知道啊，我知道这个对，是的，中国人很希望有5险啊，有这个有那个，你不知道你能领出多少来，你扔进去的钱一定比你拿出来的钱要多多少我不好说，但肯定是比扔进去钱比拿出来的要多啊。观点，你算算还有多少年才能熬到退休，开始领社保？货币会贬值，还有通货膨胀，还政府强制干涉社保的发放，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风险很大。如果有别的投资渠道，会比交纳社保收益高。还有一个就是你给出去的钱，有多少人跟你一起分？不交钱的人跟你一起分，你想想什么情况？公务员。这个事业单位一大堆的这票人，他们很多是不交社保的，他们以前就没交过社保，然后他们退休以后就直接就拿钱，所以其实你交的这个社保是无数的人在分享你的这笔钱的，所以你为什么要去交这个事儿啊？观点，中国的老百姓绝不是拿一点利息那么轻松，共和国长子不仅是银行。同样还有医院、大学、房贷对利率最敏感，
但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很扭曲，大学的时候不挣钱，上学住在宿舍，毕业开始挣钱，政府用超高的房价把你捆绑在一个城市，无论你在北京还是石家庄，你以为挣得多，但是你在那里只能挣2点一线，没有真正意义的娱乐和爱好，除了上班挣钱还房贷。发达国家的民众有支持的球队、明星，出去露营、越野、冲浪、游泳，你只有加班。OK， 好吧。好，阿雅，明线阿雅，谢谢王老师辛苦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我非常高兴我把这个问题念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我这里提醒一下啊，特别是一些墙内的网友啊，就是因为他注册不方便啊，就是交费不方便，所以平台推出了有就是一交多期的这个服务。所以有一些网友如果想一次性的解决问题，你可以做一些选项，我再提醒一下，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这样的安排，好吧？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谢谢。